19世纪末的美国，城市想要狂飙，运力就必须跟上。当时人类手里仅有的规模化运力就是马。商业的逻辑很直白，经济越繁荣，马车就越多，马车越多，街上的马就越多。但这套逻辑里漏算了一个致命的生理环节，马是活物，活物不仅要吃草，还要排泄。于是，当时的底特律街头出现了一种充满反差的繁荣图景。当地媒体曾冷静地记录下这座城市的日常。川流不息的马车驶过华丽的街道，顺带在路面上均匀地铺满一层冒着热气的褐色马粪地毯。由于这种生物燃料的废弃物天然携带发酵气味与致病菌，繁华的市中心常年飞扬着生化武器般的粉尘。无论市议会雇佣多少环卫工人昼夜清扫，也永远赶不上底特律马匹排泄的速度。在这个依靠生物引擎驱动的交通模型里，增加运力带来的边际收益已经彻底盖不住它制造的屎尿成本，城市被卡住了脖子。底特律急需一种只干活不吃草绝不排泄的全新机器，来替换掉这套令人窒息的旧引擎。率先响应这个时代呼唤，并为日后汽车狂飙铺平道路的，不是什么高瞻远瞩的科技大佬，而是一帮大腿酸痛的自行车骑手。19世纪80年代后期，随着制造技术逐渐成熟，一种被称为不吃不喝的小铁马的新交通工具开始风靡，连居里夫妇度蜜月都是骑着2辆新买的自行车去的。人们疯狂追捧自行车的理由非常朴素，它不吃草且不拉粪。福特就曾一针见血地对妻子总结过这东西的优势：马粪污染环境，而自行车经过的路上干干净净，不留任何脏污。可是当大批自行车爱好者兴冲冲地骑车出城郊游时，他们绝望地发现，在被马车轮子常年碾压、布满车辙和烂泥的乡村道上骑行，简直是对人类尾椎骨的严酷刑罚，真的是想都能震出来。于是，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爆发了，成千上万的自行车骑手联合起来，集体向政府施压，提出改善路况的强烈要求。时代的基础设施就这样被一群只想舒舒服服骑车游玩的人搞定了。路铺平了，但自行车终究只能靠2条腿倒腾，载重能力十分可怜。它充其量是个时髦玩具，注定无法接管城市的运输命脉。真正的怪物开始在这条平整的公路上粉墨登场。起初上场的是个十足的笑话。法国陆军工程师居纽耗费6年心血，造出了一台由巨大蒸汽锅炉驱动的3轮机车。这台承载着交通革命希望的机械巨兽，拥有着让人叹为观止的拉胯性能。它每行驶1刻钟，锅炉压力就会彻底耗尽，驾驶员必须立刻靠边停车加水生火，坐在路边静静等待水重新烧开。更要命的是，由于车头顶着沉重的大锅炉，转向杆根本转不动。在一次试车中，这辆车无视了驾驶员的绝望挣扎，直挺挺地撞塌了一堵兵营的墙。这起史无前例的机动车车祸直接把车撞得七零八落。另一位英国发明天才造出的蒸汽机车下场同样惨烈，由于制动困难，车子在路面上狂暴颠簸，横冲直撞，没跑多远就一头栽进了深沟，撞断了多轮。结论显而易见，蒸汽机这种笨重粗糙的大块头只配老老实实待在铁轨上当火车，普通公路它伺候不了。想要真正取代马车，必须换上一颗体积更小、不用烧开水且爆发力惊人的全新心脏。这颗心脏叫4冲程内燃机。1876年，德国人尼古拉斯·奥托捣鼓出了一台以煤气为燃料的4冲程内燃机。它体积更小，重量更轻，转速惊人。这套精巧的装置直接替代了笨重的锅炉，给汽车安上了一颗现代意义上的心脏。有了心脏，剩下的就是拼装躯壳。在底特律的一间半地下室里，33岁的亨利·福特正在干这件前途未卜的事。他的组装过程堪称一场漫长的化缘。为了凑齐这辆名为4轮汽车的配件，福特掏空了家底。他从不同公司倒腾来铁件、座椅和减震弹簧，用2辆自行车的橡胶轮胎当车轮，在钢体上凿个洞，塞进自制的点火器，再拿一条传送带把动力连到后轴上。妻子克拉拉看着见底的存折，深感无奈。她甚至觉得丈夫这辈子都赚不回这些买废铁的钱，但福特不在乎。1896年6月4日清晨，底特律下着小雨，福特和朋友做完最后调试，准备把这台跨时代的机器推向大街，迎接历史的检验。就在这个庄严的时刻，一个充满戏剧性的工程事故发生了。福特突然发现地下室的门太小，而他造的车太大，这辆耗费了他全部心血和积蓄的汽车根本推不出去。面对这个严谨的物理学死局，福特的解决方案相当直接。他抡起一把大铁锤，面无表情地把自家工作间的砖墙砸出了一个大洞，强迫了车出门了。在朋友骑着自行车的开道呼喝声中，福特接通电瓶，转动调速轮，这台拼凑起来的机器在细雨中啪啪作响，真的跑了起来。哪怕开到华盛顿大道时，因为点火器失灵当场抛锚，但2人修好后，他依然倔强地完成了底特律街头的巡游。这场略显狼狈的雨中狂飙惊动了一个重量级人物。几个月后的一场行业晚宴上，福特被引荐给了当时电力领域的巨头托马斯·爱迪生。面对这个耳朵有些背的发明大亨，福特摸出一支铅笔，直接在菜单背面画出了汽油发动机的图纸。爱迪生看完，一拳砸在桌子上。他告诉眼前这个年轻人，你的车自带动力，不用锅炉，也不用老是去充电，这东西前途无量，继续干。这句随口的肯定点燃了福特的野心，他决定辞职罢干一场。一切看起来都顺理成章，技术完成了突破，巨头给出了背书，下一步就该是建厂投产，用新机器去替换旧系统了。
1899年，底特律的名流圈集体出动，市长、商业大亨、木材巨头、银行总裁纷纷慷慨解囊，凑了一大笔资金，成立了底特律汽车公司。福特以技术专家的身份被聘为总工程师。要钱有钱，要厂房有厂房，要天才有天才。按理说，底特律马上就要在隆隆的机器声中迎来交通革命了，但现实很快给所有人上了一课。资本的算盘跟技术的图纸从来就不在一个图层。福特想的是稳扎稳打，造出一台轻便结实，让所有老百姓都能开上街的平民机器。但那帮财团精英想的是赶紧造一个更大、更豪华、能卖高价的玩具，迅速把富人口袋里的钱掏出来，好让这笔投资在下个季度的财报上显得足够漂亮。外行指导内行的古老戏码正式上演。在董事会的强力施压下，福特被迫违背设计初衷，捏着鼻子造出了一款迎合资方口味的新车。这款车完美体现了资本急于变现时的滑稽审美。它四边高吊，车顶悬凸，体积庞大且笨重异常。大众对这款划时代产品的评价相当毒辣，它活像一辆送货马车，只是刚好忘了拴马。更要命的是，为了赶进度和拼凑利润空间，车上的配件全靠东拼西凑，这直接导致这台5马送货车脾气暴躁，日常操作就是半路死火。毫无意外，消费者不买账，公司陷入绝境。对此，董事会给出的解决方案十分符合常规商业逻辑，勒令总工程师限期整改，解决销量问题。面对这群满脑子只有赚快钱，根本不在乎产品理念的西装精英，福特给出的回应也相当干脆。1900年拿到巨额融资，仅仅1年后，福特直接辞去了所有职务，甩手走人。他心里非常清楚，只要还在迎合那帮想着赚快钱的投资人，造出来的永远只是一辆没有马的送货马车，这根本不是在解决时代的痛点，这只是在旧系统的尸体上继续打补丁。所以技术革命有个很容易被忽略的门槛。严格说，福特不是把汽车从零发明出来的人，奥托、戴姆勒、本茨这些人早就在心脏、结构和原型上干了很多关键工作。福特真正厉害的地方不是第一个想到汽车，而是他后来抓住了一件更难的事：怎么把汽车从机械爱好者的玩具变成普通人能买、能修、能用、能依赖的日常工具。这比发明更难，因为从车库里的样机到街上的时代主角，中间隔着一整条供应链，从道路适配、零件标准化、维修可复制、油料供应要跟上，驾驶门槛要降下来，生产速度要提上去。